Hello and welcome， 很高兴你能在家这一次跟我一起度过今天一个难忘而值得庆祝的日子。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我结婚纪念日。谢谢。今天我将荣幸地为你们展现我个人认为是全球最好第一颗万能镜头。对，它就是我们的腾龙17到70毫米 f2.8 DI III A VC RXD 镜头。为了满足摄影爱好者，我们把你们最喜欢的超广角17毫米和我们的人像中焦70毫米完美的融合为一体。不管你是美妆博主、时尚达人、宠物爱好者、瑜伽、美食、衣食住行、旅行、风光摄影、Vlogger、KOL、KOC、ABC、BBC， 我相信这颗镜头都可以给你带来锐利而鲜艳的 Color to CC。是的，不管任何领域，我保证它都可以满足你。还不信？那这次让我们热烈的欢迎我们指定的摄影师乔治先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这几天的真实体验。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视频。请。其实这次被腾龙邀请，我是非常荣幸。我一直是腾龙的一个用户，也是他们的爱好者，所以对他们的镜头的质量一直没有什么任何的疑问。不过这次呢，我是额外的惊讶，因为我一直期待一个万能镜头。所谓的万能镜头，它对我个人来说有几个重要因素。一肯定是携带方便、变焦、大光圈、画质。然后就是跟我们的原厂相机的一个兼容度，最后呢其实才是价格，因为我相信如果它能满足到我之前的这几个要求的话，我很乐意去付一个我觉得值得价格的一个价位吧，去购买它。那我们就来说说这几点其实我拿到这个镜头呢有几天了，然后每天都在用不同的场合情况下去使用它，去体验它。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的外观和它的大小。说到腾龙镜头，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如果你用过他们的1728、2875，或者是他们的最新出的28200，这几套镜头呢，一直都是保持了成龙它的设计的理念，就是简单简约，可是实用。材料这次也是一致的。从大小来说，它跟市场上现在的28200和2875，大小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实这颗镜头呢也非常轻，只有525克左右。这一点我觉得是腾龙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特别适合我这种喜欢外拍、喜欢去拍一些风光、旅行等等之类的这个用户。作为一个万能镜头，我觉得最好就是它这个变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听到17到70就非常的兴奋。终于咱们有一个可以变焦，而且又是一个如此超广加上如此中距的一个焦段，你的灵活度、你的范围一下子就扩展到非常大。你可以拍完美的风景照，你可以拍宽阔的草原，你可以把一个建筑拍得非常的雄伟，从下往上拍的一个广角视角，你可以把室内的狭窄的房间拍得非常宽阔，你也可以把156的女朋友拍成165，就是很多方面。如果你作为一个 vlogger 的话，自拍也是非常容易。17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拍 vlog 的焦段。有了广角，咱们也还可以拍人像，你又有35，你又有50，当然咱们没有85，不过我们已经有了70，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拍人像的中距的这个焦段。所以呢，我觉得拿它扫街，拿它拍任何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香的一个选择。所以焦段打勾完全没有问题。
那说到灵活度，我们再聊聊它的光圈 f2.8。所谓的 f2.8，也就意味着你可以白天也可以晚上同时使用任何焦段来去拍摄，这个就很方便了。我可以用这同一个镜头早上拍摄，然后出去拍 vlog， 晚上室内或者是夜光拍一些夜景都是可以的。包括在室内拍摄，可能灯光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也可以用它去拍我想拍的一些人物或题材。如果你用过腾龙镜头，你就知道，其实它的镜头在近距离拍摄是非常非常好的。它的微距拍摄只有0.19米，0.19差不多意味着就是可能就只有这么宽，就是你的镜头和你的实物或者你的产品拍摄的一个距离，就可以实时对焦，而且拍得非常清晰。如果你是美食博主，如果你是产品拍摄，如果说是美妆，你想拍一些那些细节，这个镜头又可以满足你这一个需求。除了光圈和它的焦段之外，那第3点对我来说就是它跟我们的母公司的机器融合度到底好不好。这里呢，我肯定要讲的就是它的功能性和它的对焦。说到对焦，我这次用的相机呢是索尼的 A6500。那由于这个相机本身就带一些缺陷吧，就是它不可以让你调整它的一个对焦的灵敏度，这样就意味着咱们的对焦的速度其实过渡的非常的慢，比较柔滑，比较自然。因为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把这个镜头放在我的索尼 S3 上面来去做一个测试。它是一个残幅镜头，放在了一个全画幅相机上面，它的焦段就变成了25.5到105这样的一个焦段。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全画幅的用户，其实你也可以考虑这个镜头。当然它也有一些短板，所以你一定要衡量。不过呢，从测试上面，从功能上面来说，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呢拍了我家邻居的一只猫，它的眼部跟焦，它的眼部对焦，实时的对焦，不管你是升格拍摄还是平面连拍，完完全全都非常准确。所以可以看到这颗镜头其实它的功能和我们的索尼机器是融合，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后面呢，我也用了一个 A6500做了一个人脸识别，可以看到不管是在17毫米还是在70毫米的一个焦段，对焦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不管你是用全画幅的105的焦段，还是残幅的70焦段，它的对焦其实完全都是非常非常灵敏，而且非常准确的。这点我要给腾龙一个赞。那这颗镜头呢，也是带智能防抖的。这次我所有的测试拍摄全部是用手持拍摄的，不管是平面拍照还是视频，都是手持。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所有的画面，除非有特别大的抖动，只要我是手持拿在我的身前，没有太多的移动或者是走路的话，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稳的。包括 vlog，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是一个 vlogger， 边走路边拍摄，那这里我要吐槽一下索尼的相机的稳定器，本身他们的稳定器，别说 A6500了，连我的 S3 其实拍出来都是有点颤抖的，没办法。不过呢，我觉得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到底如何。手持拍摄只要是小范围，而且不要太抖动，我觉得基本上你是可以拍出很好的一个比较偏稳定的可以使用的视频画面的。那画质怎么样？其实你可以通过我的相机拍出来的相片和它的视频，我个人觉得它的画质还是非常好的。当然了，我的相机的设置就是我的 PP 值，我的锐化是在负7的，也就是说我在后期会做一些锐化的调整，因为我不喜欢机身内的锐化，所以这个看你个人。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地方，特别是在广角的镜头里面会有一定的失真，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不管你镜头再好，不管你镜头是多么越广的镜头，其实带一点失真是正常的。在后期我们也是可以非常容易的去镜头校正，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你们自己呢可以去衡量一下。过了21到22道往后走的话呢，焦段越长，它的失真就越少。那除了失真之外，大家可能还在意的就是它的 bokeh， 就是它的背景虚化，而且虚化的质量，特别是在拍夜晚灯光模糊的这个形状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从不同焦段17到28到70都尝试了一些照片，然后你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背景虚化度，特别是这个小小的灯光，它不是完整的一个完美的圆圈。这里呢，我不能给它打满分，可是我觉得已经做得很 OK 了。我完全不会为这个而烦恼。其实，在真实场合，你用到这种场景拍摄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是什么，我就告诉你是什么。可是最后你自己衡量。如果是我完全不会在意这一点。从灯光排除之外，它的虚化度和它的这个柔和度其实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其实前面这2个我觉得都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们，
就是这颗镜头，我觉得你们可能还买不到，因为如果你了解腾龙的习惯，他们出的镜头基本上都是前3个月到6个月断货的。我当时买的17-28是提前当天预定，等了3个月，直接坐飞机去香港取的这颗镜头，国内一直买不到，所以呢，我是等了非常长的时间。我相信这颗镜头出来以后，如果你们现在还在看我的视频，还没下单的话，哎，祝你们好运。我觉得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因为这颗镜头的价格，目前我不知道，可是我可以跟你们大概猜测一下，按照腾龙的习惯，它的价位可能是在5到6千左右。当然，如果不对也不要怪我。我觉得腾龙还是比较良心的一个公司。那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去年年底，索尼出了一款16到55 f2.8 的残幅镜头，是给他们的 A6001系列一起出的。那颗镜头价位是在1万到1万2，根据你的购买地点，这颗镜头是它的半价，而且它是70毫米，同样 f2.8，虽然广角少了那么1公分，可是1公分真的差距那么大吗？所以，如果你是小白，如果你刚进入摄影行业，如果你刚购买第一个相机，我相信你买残幅也可能就是意味着，你可能是非商业拍摄，或者是已经用了一段时间，可是慢慢的，有一定的累积的经验，然后进入到了商业行业。我觉得这个镜头都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现在拥有一个残幅镜头，这颗镜头是我必买的第一颗，也是强烈推荐的一颗镜头。我目前到今天没有这么肯定到一个镜头，我觉得这颗镜头可能就是目前我觉得你值得拥有的一颗索尼镜头。那这次说的所有内容，包括一开始的开场，都是我个人为主，不是官方给我的稿子，是为了好玩给大家准备的。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帮我点个赞，留个言，好吗？未来还会出更多好玩的一些摄影视频。那我是乔治，我们下期再见 ，peace。